宠粉的一太又来了。提起刘浩存，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张艺谋。作为老谋子偏爱的谋女郎，刘浩存向很多人展示了他的命有多好。刚出道就顶着谋女郎的头衔拍了一部1秒钟迅速火遍全网，后来又和易烊千玺在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组起了 CP， 紧接着还和老戏骨合作了《悬崖之上》，参演了由韩寒执导的爱情动作电影《四海》。出道仅仅8个月，刘浩存的每一部戏不是有名师指导，就是有当红艺人搭戏，这种待遇是此前的谋女郎都不曾有过的。除了资源爆棚，刘浩存的曝光率也堪比顶流明星，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能喜提热搜，什么晒自己的天空照、眼睛像小鹿、对镜头挑眉等，这些无关痛痒的话题都能在热搜挂一天。虽说这尴尬肉眼可见且前所未有，但妹妹没有什么实质黑料，表面舆论看起来很多人还是愿意买单的，只是没想到翻车来的这么快。先是11日爆出2012年刘浩存妈妈因为教学不当导致一个学跳舞的小女孩下肢瘫痪终身残疾。从小女孩的求助信息来看，她的伤势很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每月仅拿着400元的救助金度日。当年事件发生后，女孩一家将刘浩存父母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法院当时判定刘浩存爸妈要担70%的责任，赔付100多万一点。但刘浩存爸妈提请再审，申辩理由是女孩瘫痪是因为家族遗传的腰病，与教学是否得当没有因果关系。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从12年女孩出事，14年宣判，一直到18年这笔钱才赔付完毕，前前后后一共拖了6年。为什么？因为刘浩存拍完了1秒钟，父母不敢把事情闹大了，怕毁了孩子的前程，于是争议有了。为什么家里供得起女儿上北京最好的舞蹈学校，戴4000元的围巾，却拖着不赔付，一直上诉，让瘫痪女孩一家靠每月400元的低保过活？是不是刘浩存不进娱乐圈，这笔钱永远都不会到位？事情发酵以后，刘浩存及其家人一直被众人声讨。然而直到13号，刘浩存妈妈才对此事做出了简短的回应。她表示，关于对小女孩的赔偿，在2018年已经完成了赔付，并且已经和双方达成了和解，未来还会持续关照和帮助女孩。然而这一篇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说明，并未平息众人的怒火。比如现实中赔给对方家庭的100多万，其实是借助法院强制执行手段才得以完成赔付。可在声明中，刘浩存妈妈却写成是在法院的帮助下达成和解。回应中称，2018年完成赔付是因为家里有困难。事实上，刘浩存爸爸是公职人员，妈妈是中学老师，还开了舞蹈班搞副业。在刘浩存妈妈的上诉中，称自己有200个学生。有人扒出，在刘浩存的爸爸名下其实有2家公司，而且互联网也并非没有记忆。在父母之事爆出之前，刘浩存营销的几乎是家境好、小公主之类的形象。这么多的收入，难道整个6年都凑不出100万？所以吕淑娟一家到底是家庭困难无法及时赔偿，还是家中有钱但不愿意还钱，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对于达成和解一说，受伤女孩父亲也曾表示2家已经达成和解，然而网友们也对此事保持怀疑态度。在刘浩存妈妈回应发出后，又有消息称她当年其实是无证执教。据网友爆料，刘浩存妈妈的舞蹈学校成立于2006年，但她于2012年11月才取得相关证书，彻底捋顺整件事。刘浩存一家的操作彻底刷新了吃瓜群众的底线。这使女孩瘫痪确实是一场意外，但他们一家在事情发生后面对意外的态度，才是导致这一家人被网友抨击的关键。其实根据小女孩父亲的说法，既然双方已经和解，刘浩存完全可以大方回应，把事情说清楚，也许舆论就不会反扑了。可无论刘浩存还是工作室都迟迟没有出来回应。最糟糕的是，网友还发现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刘浩存发长文道歉这样的词条，道歉还没发就提前预备热搜，铺设好热度。结果词条上了，他本人又迟迟不道歉了，好好的一个回应，非要展现一波话语权压制。讽刺的是，今年3月，刘浩存还转发最高法院动态，呼吁共同保护祖国的花朵。结果4个月后，他妈妈被爆出拖延拒绝赔偿，最终被法院强制执行。借用一句评论，你的女儿星途璀璨，别人女儿下肢瘫痪。这件事情发酵以后，网友们的怒火也逐渐转移到了刘浩存的身上。2020年11月出道，到现在还没有满1年，似乎也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要真说起来，就是资源好了点儿，不是太好了，在零零花里大有一骑绝尘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刘浩存目前2部电影，张艺谋1部搭顶流小生，解锁欧莱雅代言人，拿下 LV 大使、卡地亚挚友身份，登4刊6封，出道才短短1年的时间就能登上春晚的舞台，资源咖的名号就这么叫开了。平日里刘浩存分享日常的小事儿都能在热搜上挂1天，然而这次涉及他的社会性大事竟然秒下热搜。对此不少网友也质疑刘浩存背景不凡，否则也没有办法操控热搜。7月13日，有网友发现曾有圈内人爆刘浩存有强大的背景，资源咖，背景特别大，而且肯花钱。据圈内人透露，网上帮他说话的很多都是刘浩存方聘的水军，实施里所谓的一部分替他说话的人其实是专业做数据的账号。除此之外，刘浩存出道至今已经抢了很多艺人的资源，他能上央视，已经拥有众多电影、时尚大牌的资源，在于他背景强大，人脉广阔。那么刘浩存背后的资本到底是谁？在接受采访时，妹妹自称无背景，但有人爆料称，刘浩存的爷爷原来是长春电影厂的厂长，与张艺谋有知遇之恩，并且他还改了年龄。这里插播一句，长春电影厂是新中国第1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创造了电影史上的7个第一。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批国内导演的顶梁柱，确实都是从国有电影厂起步的。至于年龄问题，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刘浩存16岁时以艺考第1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同年被张艺谋于冥冥之中挑选，开启了谋女郎之路。但有人发现刘浩存出生于98年，是通化市朝阳镇人，搜出来的资料上却明明白白的写着刘浩存00年出生，长春人。讲真，娱乐圈改年龄、改户籍啥的，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了，大2岁小2岁也倒也无可厚非。如果说真的有必要，可能是想从95花跻身00花之列。值得深扒的反而是他的背景之谜。张艺谋确实是他的伯乐不假，但刘浩存搭上的不止一辆车。刘浩存是伯仲星河背后的3位资深经纪人和张艺谋工作室联合运营的一名艺人。换句话说，刘浩存的横空出世并非是偶然为之。用经纪人郭婷婷的话来说，刘浩存出道65天时已经按一个巨星工作量在赶通告，这一切怎么看都像是安排好的。对于团队来说，既要按最闪最亮的路子打造，那么这颗星星必须得是一张白纸。很显然，目前的走向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估范围。小女孩终身瘫痪的事儿爆出以后，刘浩存的路人缘和口碑一落千丈。从他社交平台的评论区就能看出，大家对他的评价反转之大。出事之前，刘浩存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一水儿的夸赞，夸他有灵气、颜值赞；而在出事之后，网友们则嫌弃他长相太虚伪。说实在的，在整件事中神隐的刘浩存并非完全无辜。一泰认为，作为既得利益者，从小享受父母带来优越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有义务来承担父母带来的负面影响。娱乐圈父母欠债的艺人一直不少，有的人被唾弃，有的人却博得了美名。唱宇一直下的张宇就是后者。讨债公司到张宇的唱片公司楼下散发传单，要求张宇为他爸爸欠的12万负债子偿。张宇没有因此急着撇清自己和父亲的关系，而是和妻子2人共同承担了这笔债务。你看这样的做法，谁会骂张宇的不是呢？同样还有蔡少芬、林依晨等等艺人，也曾因为家人卷入过财产纠纷，都选择站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轻飘飘一句我不知情。反观现在的年轻艺人，却被保护的犹如温室里的花朵，家人一被翻旧账，就躲在经纪公司和粉丝身后，装作不谙世事的小白兔。可是你享受着鲜花掌声以及高收入的时候，想过那些因为你的家人失去人生选择的人吗？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